我接手了父母的家业，原以为爱能守护一切，表姐的出现让一切都变了样。她不仅联合男友卖了我爸的种，还锯了我妈种的山茶花，甚至还要将我赶出家门。不过几棵树，她笑得轻飘飘。你搬出去，我们装完请你做客。木屑砸在脸上时，我心里什么塌了。原来有些家人只想挖你的心，占你的巢。所谓家人的温情，不过是他们谋夺家产的幌子。现在该轮到他们为自己的贪心付出代价了。3个月前一个梅雨季的傍晚，朱小玉拖着一个半旧的行李箱，站在我家别墅门口，头发被雨水打湿，贴在脸上显得格外楚楚可怜。阿宇，我跟家里吵架了，工作也丢了，能不能在你这儿借住几天？她是舅舅家的女儿，比我大3岁。小时候我们关系还行，但自从爸妈出事后，我们几乎断了联系。看着她通红的眼眶，我想起了我妈生前的嘱咐，要我多照顾亲戚。我心一软，让她进了门。什么借住？这是你家，想住多久住多久。我把她领到2楼的客房，那房间和我卧室一样，带着一个大阳台，能看到后院我妈种的那片山茶花。她当时感激得快要哭了，拉着我的手说：“阿宇，你真是我的好弟弟。”我以为我只是做了一件力所能及的小事，却不知道我亲手为自己引来了一条毒蛇。最初的1个月相安无事，朱小玉很勤快，会主动打扫卫生，做几道家常菜。我把爸妈留下的公司里一个分部交给她打理，她做的也还算用心。我甚至觉得家里多了点烟火气也挺好。直到张楠的出现，那天我从公司回来，玄关处多了一双陌生的男士皮鞋。客厅里，一个身材高大、打扮的油头粉面的男人，正大喇喇地陷在沙发里，手里还拿着我爸生前最喜欢的那个紫砂茶壶，粗鲁地抹撒着。朱小玉一脸羞涩地介绍：“阿宇，这是我男朋友张楠。”张楠甚至没站起来，只是抬了抬眼皮，用一种审视的目光从头到脚打量我，嘴角勾起一抹若有似无的轻蔑。你就是夏青雨。小玉常提起你，说你爸妈给你留了金山银山，一辈子不工作也饿不死，命真好啊。这话里的酸味让我瞬间皱起了眉，我还没开口，朱小玉就连忙打圆场：“张楠，你胡说什么呢？阿宇现在可是公司老总，忙得很。”老总。张楠嗤笑一声，把茶壶重重地放在茶几上，发出砰的一声脆响，刺得我心脏一抽。不就是继承家业吗？说白了还是靠父母，不像我们小玉，全靠自己打拼。我看着他，压下心头的不快，平静地说：“欢迎你来做客，不过我爸这套茶具是古董，还请小心点。”知道了知道了。张楠不耐烦地摆摆手：“不就一个破茶壶吗？摔了赔你个新的就是了。”那一晚饭桌上的气氛很诡异，张楠一直在吹嘘自己的人脉和项目，同时明里暗里地贬低我，说我守着家业是死脑筋，不懂得资本运作。而朱小玉则像个崇拜者，满眼星星地看着他，时不时地附和2句。我默默吃完饭，借口累了回了房间。我以为张楠只是个不懂礼数的客人，很快就会离开，我错了。第2天早上我下楼，发现他竟然穿着我的备用睡衣，在用我的专用咖啡机煮咖啡。早啊，大舅子！他冲我举了举咖啡杯，笑得一脸理所当然。我愣在原地，看向一旁正在准备早餐的朱小玉。阿宇。朱小玉避开我的眼神，小声说：“张楠昨晚喝多了，就让他住下了。客房的床那么大，他一个人住也方便。方便什么？”一股无名火从心底窜起，但我还是忍住了，毕竟他是朱小玉的男朋友，我一个做弟弟的不好把话说得太难听。我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我的东西，希望别人用之前先问过我。”说完，我转身出了门，连早饭都没吃。我天真的以为我的态度已经足够明确，可我严重低估了张楠的脸皮厚度和朱小玉的纵容程度。他不仅住了下来，还把这儿当成了自己家。张楠的入侵像一场无声的瘟疫，迅速蔓延到别墅的每一个角落。先是我那辆黑色的奔驰旁多了一辆红色保时捷，张楠的车，他总是故意把车停得很外，挤占我的位置，让我每次停车都得小心翼翼。有一次我忍不住提醒他，他正靠在车门上抽烟，闻言吐了个烟圈，慢悠悠地说：“地方这么大，停2辆车怎么了？夏总，你这心眼也太小了吧？”朱小玉也帮腔：“是啊，阿宇，张楠也是为了方便。再说了，你那车平时也不怎么开，就当帮他占个位嘛。”我看着他们一唱一和，气得说不出话。接着是客厅，我爸妈当年亲自挑选的红木家具，被张楠嫌弃老气横秋。没过几天，他就自作主张叫人换上了一套惨白的北欧极简风沙发和茶几。当我质问他时，他正翘着2郎腿在新沙发上看电视，头也不回地说：“换风格，提升一下品味，这钱算我出的，不用你出。”我气疯了，谁要你出钱了？这是我的家，你的家。他终于转过头，像看一个笑话一样看着我。小玉住在这儿，我就是这个家的男主人。我装饰一下自己的家，有什么问题吗？我转向朱小玉，希望她能说句公道话，她却低着头小声辩解：“阿宇，张楠也是好意，而且这套家具确实也挺好看的。”我的心一点点地往下沉。最让我无法忍受的是他对我父母遗物的染指。书房里那个我爸从欧洲淘回来的古董落地钟，是他最心爱的收藏。每天晚上我都会亲自给他上弦。可有一天我发现那座钟不见了，我冲下楼，正好看到张楠和朱小玉在客厅里腻歪。书房的钟呢？我厉声问道。张楠一脸无辜：“那个啊，我看他又旧又响，吵得人睡不好，就叫人搬走了。”搬哪儿去了？我的声音都在发抖。好像是卖给一个收旧货的了吧？他轻描淡写的说：“卖了500块，正好够我们晚上出去吃顿好的。”500块，那座钟是我爸花了近100万拍回来的。我气血上涌，一把揪住他的衣领：“张楠，你把它卖给谁了？马上给我找回来！”这是我第一次动手。张楠显然没料到我会爆发，愣了一下，随即恼羞成怒地推开我：“夏青雨，你疯了？不就一个破钟吗？至于吗？那是我爸的遗物。”我红着眼嘶吼：“遗物，你就知道抱着那些死人的东西过日子？”他啐了一口：“我看你就是有病。小玉，我们走，别理这个疯子。”他拉着朱小玉就要出门。小玉，我叫住他，声音里带着最后一丝希冀：“你也觉得那只是个破钟吗？”朱小玉的脚步顿住了，他回过头，脸上满是为难和不耐：“阿宇，你别这么激动，张楠也不是故意的，他不知道那个钟对你那么重要。再说了，东西没了就没了，人要往前看嘛。为了一个死物，你跟张楠吵
吵架，值得吗？值得吗？我看着他陌生的脸，突然觉得浑身发冷。原来在他眼里，我父亲的念想只是一个可以随意丢弃的死物。那晚，我把自己关在空荡荡的书房里，一夜未眠。墙上那个挂过钟的地方，留下一个白色的印记，像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疤。我意识到，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寄人篱下，而是一场蓄谋已久的侵占。他们在用一种温水煮青蛙的方式，一点点地试探我的底线，直到把我彻底从这个家里挤出去。我不能再忍了。第二天，我顶着2个黑眼圈，约了我的发小叶鹏在外面见面。叶鹏是我最好的朋友，性格火爆，为人仗义。他听完我的叙述，气得一拍桌子，把咖啡都震洒了。这是人干的事儿吗？夏青雨，你是不是傻？他们都蹬鼻子上脸了，你还忍着？我苦笑一下，她毕竟是我姐，姐个屁！叶鹏骂道：“有这么当姐的吗？我看她就是被那个叫张楠的给骗了。什么玩意儿？小白脸一个，还敢在你家作威作福了？”他点了根烟，狠狠吸了一口。你打算怎么办？就这么让他们继续嚣张下去？我摇摇头，眼里闪过一丝冷光。我不会让他们得逞的。叶鹏，我需要你帮忙，说吧，要我做什么？直接找人把那小子打一顿。不，我阻止了他。打人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落人口实。我要让他们自己滚出去，并且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叶鹏看着我，有些惊讶。他认识的我，向来温和内敛，不与人争。他从没见过我这个样子。你想怎么做？首先，我要找到那个钟，那不仅是我爸的遗物，更是张楠侵占我财产的证据。可你都不知道他卖给谁了。家里的保姆张姨可能知道。那天他在家，我问问他。好，然后呢？然后我要把属于我的东西一样一样的拿回来，房产证、公司股权证明，所有的法律文件我都要准备好。你是想？叶鹏的眼睛亮了。他们不是想当这个家的主人吗？我冷笑一声，我就让他们在最得意的时候摔得最惨。叶鹏一拍大腿，行，这事儿包在我身上。我认识一个很牛的律师，专门处理这种财产纠纷，证据方面我帮你搞定。你家不是有安保系统吗？调监控。我摇摇头，之前的监控我怕早就被张楠动了手脚。从今天开始，我要装新的，能连到我手机上的那种。高。叶鹏冲我竖起大拇指。夏青雨，你小子终于开窍了，对付小人就得用小人的办法。跟叶鹏谈完，我心里压抑多日的郁气终于找到了一个出口。回到家，张楠和朱小玉都不在，我立刻给张姨打了电话。张姨在我家做了10几年，是看着我长大的，为人忠厚老实。电话里张姨的声音很气愤，小雨啊，不是张姨多嘴，那个张先生实在太过分了，你爸那个钟那么重，他叫了2个收废品的人用小推车拉走的，我拦都拦不住，他还骂我多管闲事。张姨，您还记得是哪家收废品的吗？或者有他们的联系方式吗？我想想，对了，我当时觉得不对劲，怕以后说不清，就悄悄拍了他们小货车的车牌号。我心头一喜，太好了，张姨，您快发给我。拿到车牌号，我立刻转发给叶鹏，让他去查。挂了电话，我环顾着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家，那些被替换的家具，那些不属于我的物品，像一根根刺扎在我的眼睛里。我走到我父母的遗像前，看着他们温和的笑脸，轻声说：“爸妈，对不起，我没守好我们的家，但你们放心，从今天起，我不会再让任何人玷污这里，我会把一切都夺回来。”窗外阳光穿透云层，照在后院的山茶花树上，叶片闪闪发光，那是这个家里最后一片属于我的净土。我没想到，他们连这最后一片净土都不肯留给我。张楠和朱小玉的野心比我想象的还要大。他们开始频繁地带朋友回家开派对，搞得家里乌烟瘴气。那些人看我的眼神充满了同情和鄙夷，仿佛我才是那个寄人篱下的可怜虫。流言蜚语也开始传开，有人说我爸妈的公司早就被我败光了，现在全靠能干的表姐和她男朋友养着。朱小玉从不解释，甚至在别人夸她年纪轻轻就撑起一个家时，露出默认的微笑。张楠则更加明目张胆，他开始以男主人的身份处理小区的物业事务，甚至在业主群里暗示这栋别墅很快就要过户到他和朱小玉名下。我冷眼旁观，将这一切都录了下来。我的反击计划正在一步步的完善。叶鹏那边很快传来了好消息，通过车牌号，他找到了那个收废品的，顺藤摸瓜查到了古董中的买家，城西博古斋的老板王老。叶鹏约了王老见面，王老是个儒雅的收藏家，听完我的来意大为震惊，岂有此理！卖钟给我的那个年轻人信誓旦旦地说这是他家祖传的宝贝，因为急用钱才出手，没想到竟是偷来的。王老气得吹胡子瞪眼，夏先生你放心，这种我原价退换，必要的时候我还可以为你作证。我向王老再三道谢，心中的一块大石终于落地，最关键的物证到手了。我把钟暂时寄存在王老那里，只等一个合适的时机，给张楠送上一份大礼。而这个时机很快就来了。那天下午，我正在书房整理文件，突然听到后院传来刺耳的电锯声，我心里咯噔一下，猛地冲到窗边，只见后院里2个工人正拿着电锯对着我妈最爱的那棵山茶花树下手。张楠站在一旁，叼着胭脂手画脚，朱小玉则抱着手臂站在不远处看着。那棵山茶花是我妈亲手种下的，每年春天都会开出满树灿烂的花朵。我爸妈还在时，我们一家人最喜欢在树下喝茶聊天，它是我对这个家最温暖的记忆。住手！我像疯了一样冲下楼，冲进后院，一把推开那2个工人。谁让你们动这棵树的？我双眼赤红，死死地瞪着张楠。张楠被我的样子吓了一跳，随即把烟头往地上一扔，用脚碾灭，嚣张地笑道：“我让的，怎么了？这破树挡着阳光了，我准备在这儿砌个烧烤台，以后周末请朋友来开 party， 多有面子。”烧烤台，我气得浑身发抖。为了你的烧烤台，你就要砍了我妈的树？1棵树而已，大惊小怪什么？他满不在乎地说：“夏青雨，我劝你别给脸不要脸，我跟小玉愿意住在这儿，是给你面子，你别不知好歹。”我不再理他，转向朱小玉，声音因为极度的愤怒而嘶哑：“姐，这也是你同意的？”朱小玉的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但还是硬着头皮说：“阿雨，张楠也是为了大家好，
以后朋友多了，家里热闹点不好吗？再说了，不就是一棵树吗？你要是喜欢，我们再买一棵种上就是了。再买一棵。我笑了，笑的眼泪都快出来了。那是我妈种的，你忘了吗？小时候你来我家，最喜欢在这棵树下荡秋千，我妈还给你摘花带，你都忘了吗？被我提起往事，朱小玉的脸色变得很难看，她似乎想起了什么，眼神有些闪躲。但张楠一把将她拉到身后，像一堵墙一样挡在我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我。行了，别在这儿忆苦思甜了。夏青雨，我今天就把话给你挑明了。他顿了顿，一字一句的吐出最残忍的话：这个家以后我跟小玉说了算，我们打算下个月订婚，这里要重新装修当婚房，你呢也别在这儿碍眼了。我给你1周时间，收拾东西搬出去，搬出去。我像是听到了本世纪最好笑的笑话。张楠还在继续他的表演，他搂住朱小玉的肩膀，用一种施舍的语气说：看在小玉的面子上，我不会让你太难看。外面租房子的钱，我可以先帮你垫付3个月，以后别说我们不念旧情。朱小玉依偎在他怀里，终于对我露出了最后的獠牙：阿宇，你也大了，该学会自立了，总不能一辈子都活在父母的羽翼下吧。我和张楠也是为你好，你搬出去锻炼锻炼，对你有好处，为我好。我看着眼前这对男女，看着他们身后那棵被砍得七零八落的山茶花树，心中最后一丝对亲情的眷恋也随之化为灰烬。我没有再跟他们争吵，我只是点了点头，用一种他们看不懂的眼神，平静地看着他们说：好。我的反应显然让他们很意外，也很满意。他们以为我终于认怂了。张楠得意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这就对了吗？识时务者为俊杰。我没理他，转身回了屋。关上房门的那一刻，我浑身的力气仿佛被抽空，靠着门板滑坐在地。窗外电锯声再次响起，我闭上眼，脑海里全是我妈在树下微笑的样子。妈，对不起。我没有哭，因为我知道眼泪是最无用的东西。我拿出手机给叶鹏发了一条信息：时机到了，准备收网。接下来的几天，我表现得异常顺从。我开始收拾东西，打包行李，一副准备搬走的模样。张楠和朱小玉见我如此识相，对我放松了警惕，愈发的肆无忌惮。他们已经开始联系设计师，商量着如何把这栋别墅改造成他们喜欢的样子。他们甚至计划着在我搬走的那天举办一个盛大的派对，邀请所有的亲朋好友，正式宣布他们即将成为这里的新主人。这正是我想要的，我要让他们在最风光、最得意的时候从云端跌入地狱。派对定在周6晚上。那天下午，我假装把最后一个行李箱搬上车，对他们说：我先去朋友家安顿，晚上的派对我会准时回来，跟大家做个最后的告别。朱小玉还假惺惺地挤出几滴眼泪：阿宇，以后常回来看看。张楠则是一脸不耐烦，催促我快走，别耽误他们布置场地。我开车驶出别墅区，但并没有走远。我在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连接上家里的监控，看着他们像2个跳梁小丑一样忙碌地指挥着工人布置着自己的审判台。叶鹏带着律师和博古斋的王老也已经在我约好的地方就位，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夜幕降临，别墅里灯火通明，音乐声、欢笑声隔着很远都能听到。我整理了一下西装，深吸一口气，发动了车子。今晚我是来参加一场葬礼，埋葬我死去的亲戚，也埋葬他们的贪婪和未来。我回到别墅时，派对正进行到高峰，草坪上挤满了人，衣香鬓影，觥筹交错。张楠穿着一身西装，手里端着香槟，正被一群人簇拥着，满面红光地吹嘘着他未来的商业版图。朱小玉则像个女主人一样，穿着华丽的晚礼服，优雅地穿梭在宾客之间，接受着众人的恭维和羡慕。小玉，你真是好福气，找了张楠这么能干的男朋友。是啊，这栋别墅真漂亮，以后就是你们的婚房了吧？朱小玉笑得花枝乱颤，嘴上谦虚着，眼里的得意却藏都藏不住。没有人注意到我的到来，我在角落里找了个位置坐下，冷冷地看着这一切。叶鹏给我发来信息：准备好了吗？我回：随时可以。没过多久，张楠清了清嗓子，拿起话筒，走到了草坪中临时搭建的小舞台上，灯光瞬间聚焦在他身上。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他意气风发地开口，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来参加我和小玉举办的派对。他顿了顿，深情地看了一眼台下的朱小玉。今天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我和小玉下个月就要订婚了，而这栋别墅就是我们未来的家。台下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和口哨声，张楠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抬手示意大家安静，脸上露出一丝仁慈的微笑。当然，说到这栋别墅，我们还要感谢一个人，那就是小玉的弟弟夏青雨。他开始在人群中寻找我的身影，当他看到我时，他故意提高了音量：夏青雨今天也来了。这孩子父母走得早，性格有点内向，也不太会打理家业。我和小玉作为哥哥姐姐，自然要帮他一把。从今天起，他会搬出去自立生活，开始新的篇章，而这个家就由我们来为他守护。他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为弟弟操心劳力的好哥哥形象。话说的冠冕堂皇，宾客们纷纷向我投来同情的目光，议论声四起。原来是这样，这弟弟也挺可怜的。可怜什么？没本事守住家业，有人帮他守着就不错了。就是他表姐和这个张楠也算仁至义尽了。听着这些议论，朱小玉的腰杆挺得更直了。张楠对着我假惺惺地伸出手：阿宇，上来跟大家说几句吧，告诉大家你会开始新生活的，对吗？他想让我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认失败，承认这个家已经不属于我。他想让我成为他炫耀成功的背景板。我笑了，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衣领，一步一步从容地走上舞台。我没有去接张楠的手，而是从他手里拿过了话筒。全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张楠和朱小玉的脸上都带着胜利者的微笑，等着看我如何狼狈退场。我环视全场，目光最后落在他们2人身上，然后缓缓开口：张楠说的对，今晚确实是一个新篇章的开始。我的声音通过麦克风清晰地传到每个人的耳朵里，但不是我的新篇章，而是你们的。张楠的脸色微微一变，我没有给他反应的时间，继续说道：首先我要纠正一点，这栋别墅从来都不需要任何人替我守护，因为它的主人
从始至终都只有我一个。说着，我打了个响指，我身后原本播放着浪漫音乐的巨大投影幕布，画面突然一转，一份文件的高清扫描件出现在幕布上的不动产权证书户主姓名那一栏，清清楚楚地写着我的名字夏青雨。全场瞬间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看着幕布，张楠和朱小玉的笑容僵在了脸上。这是怎么回事？有人开始小声议论，我没有理会，继续按动手中的遥控器。幕布上画面再次切换，这一次是天弘集团的股权证明书，上面显示我拥有公司60%的控股权，而朱小玉只不过是我分公司的一个聘用经理而已。人群中响起了倒吸冷气的声音，大家看我的眼神从同情变成了震惊和不可思议，原来他才是真正的大佬。那刚才张楠说的是什么？吹牛的，这脸打得太响了。朱小玉的脸已经一片煞白，她死死地抓住张楠的胳膊，身体摇摇欲坠。张楠的脸色更是难看到了极点，他冲过来想抢我手里的遥控器，嘴里还在狡辩：“假的，这些都是你伪造的，大家别信他。”我轻易地避开他，对着话筒冷冷一笑：“伪造，张楠先生，接下来这个，不知道你觉得是不是也是伪造的？”我按下了最后一个按钮，投影幕布上开始播放一段视频，那是书房里的监控画面，时间日期都清晰无比。画面中，张楠鬼鬼祟祟地走进书房，将那座古董落地中费力地搬了出去。视频的后半段是他和一个人交易的画面，他接过一沓钞票，得意地塞进口袋。视频是高清的，他的脸、他的动作都拍得一清二楚。这是他偷东西！我的天，那座钟我见过，好像是古董，很值钱的。宾客们彻底炸开了锅，他们看张楠的眼神从羡慕变成了鄙夷和厌恶。张楠看着视频面如死灰，双腿一软瘫倒在地上。不是的，我没有。他还在徒劳的辩解。我走到他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他，声音冷得像冰。我父亲的钟价值100万，张楠，你涉嫌的是盗窃罪，而且是数额特别巨大。我话音刚落，别墅的大门外传来了刺耳的警笛声，2名警察在叶鹏和王老的陪同下，穿过惊愕的人群，径直走到舞台前。为首的警察亮出证件，对张楠说：“我们接到报案，你涉嫌盗窃他人财物，请你跟我们回警局协助调查。”张楠彻底崩溃了，他被警察从地上架起来，戴上了冰冷的手铐，他像一条疯狗一样挣扎着，冲着朱小玉嘶吼：“小玉，救我！快告诉他们，我是你未婚夫，我是这个家的主人！”朱小玉吓得连连后退，脸色惨白如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所有人的目光都像利剑一样刺向他，背叛者、偷窃犯的同伙，他完了！我看着这场由我亲手导演的闹剧，看着张楠被警察带走，看着朱小玉在众人的指指点点中摇摇欲坠，我没有一丝快意，只有无尽的冰冷。我拿起话筒说了最后一句话：“派对结束了，各位请便。”人群作鸟兽散，刚才还热闹非凡的草坪，转眼间只剩下满地狼藉和失魂落魄的朱小玉。她还穿着那身华丽的晚礼服，此刻却像一个小丑，孤零零地站在那里。我走到她面前：“阿雨。”她抬起头，泪流满面，声音颤抖：“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你原谅我一次好不好？都是张楠逼我的，是他鬼迷心窍。”到了这个时候，他还在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我静静地看着他，觉得无比讽刺。逼你？我轻笑一声。他换家具的时候，逼你了吗？他卖掉我爸的钟的时候，逼你了吗？他砍掉我妈的山茶花，让你叫我滚出去的时候，逼你了吗？我每问一句，他的脸色就更白一分。朱小玉，你不是蠢，你只是坏，你享受着张楠带给你的虚荣，默许甚至纵容他对我的一切侵犯，因为在你心里，这个家这些财产早就该是你的了，对吗？他被我说中了心事，张了张嘴，却一个字也反驳不出来。我给过你机会，我的声音没有一丝温度。在张楠第一次侮辱我的时候，在你帮他撒谎的时候，在那个钟消失的时候，我给过你很多次机会，让你站在我这边，但是你没有。现在你的机会用完了。我从口袋里拿出一份文件，递到他面前，是解聘通知书，从明天起，你不用去分公司了，我会派人过去交接。朱小玉看着那份文件，浑身都在发抖。不，阿雨，你不能这么对我，我们是亲人啊，我是你姐姐。她终于崩溃了，扑过来想抓住我的手，我后退一步，避开了她的触碰。在我妈的山茶花倒下的那一刻，你就不再是我姐了。我指了指大门的方向，下了最后的通牒：你的东西我会让张姨打包好给你寄过去。现在，请你离开我的家，立刻！她瘫坐在地上嚎啕大哭，哭声凄厉，却再也无法引起我一丝一毫的同情。我没有再看她一眼，转身走进屋里。叶鹏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都结束了。我点点头，看着满屋子的狼藉，只觉得身心俱疲。张楠那边，我问会怎么样？盗窃数额巨大，证据确凿，还有王老作证，他至少得在里面待上10年。叶鹏说，而且我查了下，这小子在外面还欠了那么多债，冒充富二代骗了不少人，这次进去算是多罪并罚，自作自受。我嗯了一声，没再说话。叶鹏叹了口气，你也别想太多了，这种白眼狼亲戚断了就断了，没什么好可惜的。我明白这个道理，可是当这个家终于恢复安静，当那些不属于这里的人和物都消失之后，巨大的空虚还是将我淹没了。我赢了，我夺回了属于我的一切，可是我好像也永远的失去了一些东西，比如对亲情最后的那点天真的信任。第二天，我请了专业的清洁公司，把整个别墅里外都打扫了一遍，所有张楠和朱小玉留下的痕迹都被彻底清除，那些惨白的家具被我当成垃圾扔掉。我重新订购了一套风格一致的红木家具。张姨回来了，看着恢复原样的客厅，红着眼圈说：小雨，这样才对，这才是我们原来的家。我笑了笑，心里却还是空落落的。下午，王老亲自把那座古董落地钟送了回来，我把它重新安放在书房原来的位置，小心翼翼地给它上了弦。滴答滴答，清脆而熟悉的声音再次在房间里响起，仿佛这个家的心跳终于恢复了正常。我坐在书桌前，看着窗外后院里那个光秃秃的树桩，看了很久很久。最后，我拿起电话打给了一个园艺公司的老板：喂，你好，我想在院子里重新种一棵山茶花，要跟原来那棵一模一样的。